大家好，我是13恩。那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安全帽的选择。其实我很早就想要 po 这一篇了，可是因为最近实在太忙，都没有时间上传影片。那我之前在讲我通勤穿什么的那一篇，有大概提到我的安全帽。那安全规范什么，我大概有讲一下。然后这边在做工。好，那我现在摆出了4个安全帽。那安全帽呢，大家可以分为3个种类：瓜皮、3/4，然后再来就是全罩。那我现在桌上这边摆了4顶安全帽，那都是我的安全帽。可是因为我没有瓜皮，所以我就先拿了滑板帽代替，就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滑板帽跟瓜皮帽的包覆性主要都是在头顶上这边，侧边呢脸颊这边都没有保护性。那我就像我刚刚讲的。那我自己没有瓜皮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瓜皮帽根本没有保护性可言啊。说实话，你摔车的时候，你不会去直接撞到头顶啊，这几率反而是你撞侧脸或是下巴的几率还是多一点。再来，有些瓜皮帽他们的扣环是直接扣在你的下巴处，我跟你讲，挂在下巴处用力晃动啊，就挡不住，会直接飞掉。所以我们就直接踢掉，这不用谈了。好，再来3/4帽。那这顶是我的 SBK， 那时候买就是因为觉得它很帅，它造型很酷，然后后面写很大 R 这个字。那其实它是效仿另外一个安全帽的造型啊，所以大家看应该就会知道。不过这顶我没戴多久我就换掉了，因为就觉得安全性不足。那当时是想说怕热，所以来个3/4帽，增加一点舒适度。可是后来因为我看到一篇研究，那是美国这边。它要针对安全帽的 impact zone， 也就是撞击的区块去做分析。那他有提到说，下巴的撞击部分的几率高达30%以上。那我想说，哇，既然这么容易摔车的时候会撞到下巴，那买4/3真的保护不到我的脸，那就没办法，应该直接换全罩。那时候换全罩呢，其实我是直接攻顶的，就存钱买了一顶 Arai。不过我现在这顶呢，其实也算退役了，因为戴很久，也算是过期了。因为安全帽的寿命其实大约都在5年左右。好，那我现在摆出来就看到我现在有的安全帽。那中间这2顶你就认得出来啊，就是我跟我老婆的安全帽，一个多功能帽，也就是越野帽，然后再来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全罩安全帽。那一顶是我的，一顶是我老婆的。但其实我老婆这顶安全帽也是我的赛道帽。很简单，因为它后面除了 DOT 认证之外，还有 SNEL 认证。那我现在就来讲一下安全认证。普遍有名的安全认证呢，就是 DOT， 那这是属于美国的安全认证，然后再来就是 ECE 嘛，那是欧洲方面的安全认证。然后还有就是 SNEL Foundation， 那 SNEL 安全认证是属于非政府机关，它是个非营利组织所做的安全认证。那再来呢？就是日本的 GIS 或是 SG， 那这是日本的，比较像是日本的 DOT。那最近还有Sharp 好像是欧洲那边的，然后是会给安全帽打分数，就是除了通过认证之外呢，还可以打分数，说是不是有更好的安全性。不过我是没有在美国看过这些认证啊，那我也不太懂，所以我就没有提。那还有一个好像是澳洲那边叫做 Crash 的安全认证。好，那 DOT 这个认证呢，蛮普遍的。那其实我觉得是算是个很基本的、很基础的安全认证啊。因为 DOT 的检验方式呢，是厂商自己做自己的检查，然后他们安全规格通过之后呢，他们自己就可以自行贴纸，然后翻车这安全帽，一直等到可能政府之后抽查，然后抽查没有过，他们才可能会罚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安全证其实并没有很严格的把关。那相对它的测试也没有像 ECE 欧洲或是 SNEL 方面的严格。那再来我们看下欧洲安全认证，欧洲安全证就是 ECE。那 ECE 部分呢，其实还蛮严格的。然后它甚至其实欧洲很多赛道的团体呢，也都是拿 ECE 作为认证。哦 ，Miata 很凶哦。哇，这边怎么塞那么多？现在修路。所以如果你买到的话只是 ECE 的话，其实就还蛮可以放心的。那再来就是 SNEL 认证，那 SNEL 认证呢是非营利组织认证，那他们专门是
特别有针对安全帽的安全性去做研究，所以很多其实美国方面的赛道团体啊，他们都会拿 Snell 当做一个基准，那必须安全帽有 Snell 的认证，然后才可以上赛道。有些安全帽没有 Snell 认证，像是 AGV 我记得它没有配 Snell， 可是因为 AGV 本身就有过欧盟的标准嘛，所以它在赛道上的话也是被认可可以使用的。好，那所以比较起来呢，如果你有 DOT 加 Snell， 有点像是等于欧洲的 ECE。那 ECE 跟 Snell 这两个认证其实都是针对护目镜，然后再做测试。那我记得 Snell 好像是拿 BB 枪打吧之类的。那 DOT 部分则是没有。那日本的 JIS、SGR 这方面其实就有点像是美国的 DOT。所以我看很多在日本买安全帽的人，他们也会建议有日本认证之外呢，还要配上 Snell 的认证啊，才算是一个安全性比较强的安全帽。那别人就说，所以现在是不是买的便宜的安全帽就是不安全的？我说其实不是这样看的，因为便宜的安全帽，比如说我现在戴的这顶 Fly Racing Tracker 跟我老婆那顶 Scorpion 的安全帽，那这两顶其实我这顶有 ECE 认证，它那顶有 Snell 跟 DOT 认证。那他们有经过这样认证的，表示他们的安全性一定是足够的，那也一定会比只有 DOT 的安全帽来得好。那它其他贵安全帽是贵在哪里呢？其实贵安全帽就是贵在它的舒适度、重量，然后还有它的做工，当然还有它的安全帽所用的材质。坦白说，我每次如果戴完 Arai， 然后再去戴我的现在这顶安全帽或者 Scorpion 安全帽的话，我就会觉得重重的，一直要戴一阵子才会习惯。然后再来，你仔细看，一样是赛道帽，我老婆 Scorpion 安全帽就整比 Arai 安全帽大了1圈，因为它必须要做大1圈的方式，它才能得到安全认证。可是 Arai 的做工做小一点之外，也不是它的安全性。那再来就是内衬的舒适度 ，Arai 的内衬舒适度当然是没办法比。我现在这个多功能帽，其实内衬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有点粗糙。然后再来它的涂漆，其实看得出来也没有 Arai 的好。那价钱的差异其实主要是在这边。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预算不够，无法买到最贵的安全帽，那今天也不要觉得很灰心，因为有很多安全帽其实它价钱不贵，可是就得到很好的安全认证。然后再来安全帽就是一定要尺寸要带对。那至于要怎么佩戴呢？建议大家买安全帽的时候，都还是直接去试戴，你不要自己去量头围，然后抓大概，然后就直接订购安全帽。除非安全帽订了可以退，那就可以再换，没有问题。那安全帽呢，都是以紧为基准，紧代表说你戴着安全帽的时候，你的头在安全帽里面是不能晃动的，因为可以晃动的话，会容易造成2次伤害。如果你摔车的时候，你的头再晃了1次，那就容易受伤。所以一定要紧。那紧不是说会有压迫感到很不舒服，会头晕。你的头围部分呢，也不能有压迫感，然后刚刚好。那内侧部分呢，就是要包得很像你的脸，有点像土拨鼠那样子，然后都不会晃动。所以像我骑车，其实边骑车边讲话，有时候有点大舌头，就是因为我的脸就像土拨鼠这样子。赛道帽的话，有时候内衬更厚，那会更明显。好，如果你真的很喜欢骑车，然后又想要安全呢，真的就不要再刮皮了，这一点安全性都没有。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